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半年前，一场罕见的瘟疫席卷了这个原本宁静祥和的小山村，瘟疫所到之处，尸横遍野。清晨时分，村庄里本应鸡啼狗吠、炊烟袅袅，但却安静得让人害怕。就在此时，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村中央的一间破旧矮房里传了出来。娘，你不能死！六郎，趁着你还没染上瘟疫，赶紧走吧。屋子里，一个面色蜡黄的妇人正对着床榻边一个清瘦的男子嘱托着。话未说完，那妇人便又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听声音就像要把肺也咳出来似的。被唤作六郎的男子抹了一把眼泪，说道：娘，我哪里也不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你，要死咱们一起死，到了阴曹地府，我还要做你的儿子。傻孩子，年纪轻轻的说什么话呢？娘估计是要不行了，临死前，娘有句话要对你说，去把箱子里的那个包裹拿出来。妇人艰难地抬起了右手，朝着墙角处的一个破箱子指了指。见娘亲交代起了后事，六郎的心里越发的难过起来，哆嗦着双手。六郎将箱子里的一个破包裹拿了出来，打开它。妇人吩咐道：自从记事时起，六郎就记得这个包裹藏在箱底，父母将它视若珍宝，从未见他们打开过。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？怀着疑惑的心情，六郎打开了包裹，一只玉佩。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值钱的东西？见六郎看着玉佩发呆，妇人连忙说道：六郎，把玉佩戴上。娘，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？咱们家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六郎疑惑地问道。孩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东西原本就是属于你的。我的？六郎越发的疑惑了。孩子，娘估计是熬不过今晚了，趁着娘还有一口气，也该告诉你了。其实你并不是我亲生的。听了这话，六郎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僵在当地。不可能！娘，你怎么要这样说？莫非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？六郎跪着哭道。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你爹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就在我俩为这事发愁之时，18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一个相貌凶狠的男子将你交到了我的手中，说是让我将你抚养成人。我正要开口发问，那人却早已走远。就这样，我和你爹就把你当成了自家的孩子。那人将你交到我的手中之时，玉佩就在你的脖子上挂着。喘了口气，妇人继续说道：这些年来，我们生怕你知道身世离去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你。你不怪娘吧？听母亲在一旁诉说，六郎早已泣不成声。娘，我不相信，在我心里，你和爹就是我最亲的人。孩子，带着这个玉佩找你的亲生父母去吧。听娘的话，走吧。说话间，那妇人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。六郎连忙上前拍了拍母亲的背，就在他的手刚碰到母亲后背的那一刻，咳嗽声戛然而止，一口黑血从母亲口中喷射而出，随即母亲的头缓缓地耷拉了下来。娘，娘！看着母亲渐渐瘫软的身子，六郎顿时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哭诉了一番之后，六郎将母亲的尸体找了一块席子卷了起来，随即背着席子来到了埋葬父亲的地方，将爹娘合葬在了一起。这天夜里，六郎没有回家，就在坟前直直地跪了一晚上。如今瘟疫横行，战乱又起，留在这里只能等死，不如外出闯荡一番，或许还能找条生路。至于找亲生父母的事情嘛，茫茫人海，时过境迁，谈何容易，只能看缘分了。一番思量之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六郎便离开家乡四处流浪起来。半年后，六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看繁华程度，这里应该是个县城。来到此地后，
六郎也曾想找个营生，奈何他只会砍柴种地，压根没什么谋生的手段，只能做个乞丐，靠乞讨浑浑度日。这一日，六郎和往常一样拿着破碗来到了一家名叫笑迎宾的酒楼。这酒楼是县城里面最大最豪华的，不少富家子弟都前来吃喝玩乐，蹲在门口守一天，要点剩菜剩饭是没问题的。运气好点，遇上那个好心人，还能要个2-3文钱。就在他尚未走到酒楼门口的时候，一阵叫喊声从酒楼门口传了出来。驻足看去，酒楼门口正围着一群人。六郎连忙加快脚步，朝着人群走了过去。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3个样貌凶狠的男子正在围殴一个瘦骨嶙峋、胡子花白的老和尚。一旁，一个样貌猥琐的男子正在歇斯底里地狂喊着：“给我打，给我狠狠地打！”六郎认出来了，那猥琐男子名叫刘三虎，是城里刘员外的独生子，仗着父亲有几个臭钱，成天在城里为非作歹。和尚从来不惹是非，这几人为何要对他下此狠手？就在六郎心生疑惑的时候，那刘公子突然抬起右脚，狠狠地踹在了和尚的胸口。只听通的一声，和尚口吐鲜血，被踹倒在地，倒地不起。刘公子似乎还不解恨，竟然又抬起了脚。见和尚危在旦夕，六郎顾不得自身安危，一个箭步便窜上前去，将和尚护在身下，硬是用他瘦弱的身躯替和尚挨了一顿拳打脚踢。打了一会之后，刘公子这才住了手，随即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刘公子走后，六郎连忙将和尚搀扶到了墙角的一条巷子里。老和尚，你不要紧吧？和尚喘着气说道：“小施主，刚才真是多谢你了，为了救我，连累你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打，老衲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呀。”老和尚，我皮糙肉厚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你又为何惹着了那刘公子？六郎问道。老衲我出来跪的，本想着在酒楼画点缘，不曾想那公子非要拦着我给他算命。我一个出家人哪懂得什么算命，只好一个劲地推辞起来。谁知那公子却不依不饶，老衲无奈只好说了几句，谁料这几句话却把他给惹着了。哎，听老和尚说完，六郎便明白了个大概，随即笑着说道：“老和尚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没说好听的，不然的话怎么会挨打呢？”就在老和尚要开口之际，突然间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，瞬间嫣红的鲜血从他口中急射而出。见老和尚这般，六郎暗叫一声不好，一定是刚才刘公子那一脚踢伤了他。想到此处，六郎连忙关切地问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的伤情看来并不轻，得找个郎中看了看。我现在是身无分文，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就将你身上的钱拿出来，我给你找个郎中，你看如何？”话刚说完，六郎便后悔了，出家人身上哪会带钱？看我这话问的。和尚重伤在身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忧，该怎么办？就在他抓耳挠腮之际，猛然间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那个玉佩，转瞬间六郎便有了主意，随即将那块玉佩从脖颈间解了下来。见六郎这般，老和尚顿时愣住了：“小施主，你这是干啥？”六郎笑着说道：“我倒忘了，我身上还有一个宝贝，这东西说不定能当上几个钱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将它当了，给你请个郎中。”说完，六郎起身就要走。“小施主，且慢，这东西在你脖间挂着，想来一定是爹娘留给你的，你却将它当了给我治病，这怎么能行？老和尚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并不是爹娘亲生的，我娘临死前才将这东西交给我，说是让我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我的亲生父母。”听了六郎的话，和尚连忙说道：“那就更不行了，你将这东西当掉，将来怎么和你的亲生父母见面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这亲生父母不找也罢，救人要紧。”说罢，六郎又要起身。就在这时，
老和尚却将他拦了下来。小施主，你的那个玉佩能让我看看吗？这有什么不可？说完，六郎就将那个玉佩递给了老和尚。接过玉佩之后，老和尚仔细端详了起来，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之后，老和尚的脸色渐渐的变了。不过他并没有在六郎面前表现出丝毫异样，过了一会之后，便又将玉佩还给了六郎。小施主，难得你有这份好心，你的这番善意我心领了，这个东西你还是留着吧，我的身子还没到要死要活的地步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六郎哪里肯听他的话，站起身就要往外走，可那老和尚说什么也不肯，无奈之下，六郎只好作罢。将老和尚搀扶着来到自己藏身的地方以后，六郎便开始照料起了他。5天以后，老和尚见伤势有了好转，便提出要到一个名叫陈家庄的地方，还提出要六郎和他一同前去。六郎起初并不同意，在这里不管好赖，最起码还能混口饭吃，一旦去了那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如何谋生？见六郎不肯答应，老和尚便问道：小施主，难道你就情愿一辈子当个叫花子吗？谁想一辈子当叫花子？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这样吧，你跟我走，说不定我能给你一场富贵呢。老和尚笑着说道。听老和尚这样说，六郎不由得笑了。老和尚，别说大话了，你还饿着肚子呢。小施主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何况你还救了我一命，我能和你开玩笑吗？听六郎这样说，老和尚不由得有点生气了。听老和尚这样说，六郎便不再坚持，于是便跟着老和尚走了。老和尚是何许人也？他真的能给六郎一场富贵吗？六郎又会遇到怎样的奇遇呢？请接着往下看。2天后，两人来到了离陈家庄不远的一个地方，将老和尚安顿在一间破屋子里后，六郎便出去讨饭去了。大约半个时辰以后，六郎来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前，敲门之后，六郎便老老实实地待在大门旁等了起来。不久之后，门开了，一个老仆从门缝里探出头来，没好气地说道：叫花子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辰，下午还没开饭就来要饭，真是讨厌。说完，老仆便把门关上了。听老仆这样说，六郎便要起身离开。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，门忽然又开了，紧接着那个老仆从门后快步走了出来，站在了他的面前，仔细打量了起来。少爷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老仆忽然喊道。六郎以为老仆在喊别人，于是便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可四周空无一人，这老仆分明就是冲自己喊的。少爷？谁家少爷？你又是谁？六郎疑惑地问道。哎呀，我的大少爷呀，怎么离家才2个月你就不认识我了？我是陈福。快进屋！名叫陈福的老仆一脸兴奋地说道。就在六郎疑惑不解的时候，陈福已经拽着他走进了院子里，一边走陈福还一边大叫：快告诉老爷，就说少爷回来了。院子里有好几个仆人正在那里忙活着，一听说少爷回来了，顿时朝着他围了过来。可等他们看见六郎的那一身打扮之后，都不由得愣住了。少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成叫花子了？哎呀，你就先别问了，赶紧带少爷下去洗漱一番，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爷去。见那人要拉着自己去洗澡，六郎连忙说道：诸位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是你家少爷。那人一听，顿时落下了眼泪。别人说你被害了，我还不相信。看来呀，那些坏蛋虽说没有要了你的命，却将你的脑子打坏了，难怪连我也不认识了。少爷，你放心，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坏蛋，报仇，这又唱的是哪一出？此时，六郎的脑子里越来越乱，片刻过后，他便有了计较，自己反正是一个叫花子，到哪里不是混吃混喝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想到这里，他便不再作声了，
任由那几人摆布了起来，将他浑身上下洗漱了一番之后，仆人们还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。说来也巧了，那衣服就好像是给他定做的一样，穿在身上很是合身。洗漱完毕之后，仆人又给他端来了一些吃的。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的六郎顾不得多想，随即狼吞虎咽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说话声：“定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为父想死你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清瘦的老头已经来到了屋子里。就在六郎满头疑惑之时，老头已经将他紧紧抱在怀里，失声痛哭了起来。这老头是谁？难道是那人的爹吗？对，肯定是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会叫他定儿呢？哭了一会之后，老头这才松开六郎，又嘘寒问暖起来。为了怕露馅，见老头还要追问，六郎便以头疼为由搪塞了过去。这时，管家陈福也对那老头说道：“老爷，少爷刚进门时一身乞丐打扮，怕是吃了不少苦头，估计呀脑袋也受了伤。不过回来就好。在家休养一段时间，再找几个郎中给他看看，或许就能好了。”听管家这样说，那老头也就不再怀疑，随即吩咐仆人将六郎带回了屋子里。眼见天色已晚，六郎心中挂念那老和尚，便提出要将老和尚接回家中住上一段时间。老头听后，当即就派人跟着六郎来到了那间破屋子里。可令六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屋子里空无一人，老和尚早就走了。带着一丝失望，六郎又回到了老头家。老头是谁？他为什么会将六郎认作他的儿子？被误认期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请继续往下看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本来已经匪夷所思了，可令六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等着他。回到家后，陈福将他带到了一间屋子里。屋子很大，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屋子里有一张双人床，床上摆着2副铺盖。看到这屋里的装扮，六郎瞬间明白了过来，那人已经成婚了。想到这里，六郎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，这该怎么办？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，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了进来。六郎连忙定了定神，思索起了对策。片刻过后，门打开了，一个女子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一进门，那女子就冲着六郎哭着说道：“相公，我等你等得好苦呀。”说完，那女子就抱着六郎哭了起来。六郎赶紧往旁边一闪躲了开来。见六郎这般，那女子顿时止住了哭声，随即问道：“相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躲着我？”六郎这回看清楚了，女子长得甚是漂亮，眉目之间似乎还有那么一点魅惑之态。可令六郎奇怪的是，那女子明明刚才还在失声痛哭，为何脸上却看不到半点泪痕？难道她是在做样子吗？见六郎在那里发呆，女子又问道：“相公，相公。”听女子叫他，六郎连忙说道：“娘子，我连日奔波，头昏脑胀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”说完，六郎便将蜡烛吹灭了。听六郎这样说，女子连忙将床铺了开来。谁知六郎却往地上一躺，睡起觉来。“相公，你这是何意？好好的床你不睡，为何要睡在地上？”女子略带娇嗔地问道。“我哪敢和你睡同一张床，我是假的。”六郎心中暗道：“娘子，实不相瞒，这些天来我一直是这样睡的，回到家中已经有点不习惯了，还是睡在地上舒服，你不用管我，早点睡吧。”说完，六郎便鼾声大作，装睡起来。女子见他这般，只好作罢。闭上眼睛，六郎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。记得老和尚曾经告诉过我，说是要送我一场富贵，这难道就是富贵吗？这老头是谁？他的儿子又是谁？他们为什么会将我认作他人？夫妻久别重逢，那女子为何要装哭？我该怎么办？明天一早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走，
还是继续留在这里看看再说？看得出来，老头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，要是自己走了，他不就白高兴一场吗？在这里不愁吃穿，还有人伺候，出去还得讨吃要饭。算了，我还是在这里待上几天再说吧。不过明天得想办法将家里的情况打探清楚，免得到时候应付不过来，那就麻烦了。不知不觉中，六郎睡着了。这一晚，六郎睡得特别香，他还做梦了。梦中，他的爹娘正开心地看着他笑。为了将他养大成人，父母整日里愁眉不展，六郎从未见他们笑过。他们此番笑着出现在梦里，莫非在预示着什么吗？第二天清晨，六郎早早地溜起了床，没费多大功夫，六郎就从仆人的口中对这家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。那个老头就是这家的主人，名叫陈有贞。他少年时流落到此地，靠着自己精明的头脑，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地。如今陈家已经是方圆百里数得着的大户人家了。陈有贞有个儿子名叫陈文定，是家中独子，3个月前娶了一个张姓女子为妻。这张氏是陈文定在半路上救下来的，对这门婚事，陈文定很是反对，原因就在于这张氏来路不明，但陈文定却非要将她娶进家门，甚至于还以死相逼。陈有贞拗不过儿子，只好从了他。婚后见陈文定两口子恩恩爱爱，陈有贞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2个多月前，陈文定外出打理生意，原本约定1个月后回家，可迟迟却没有他的消息。这一来，陈有贞着急了，于是便派人前往陈文定去的地方打听了一番。那边却说陈文定早在多日前就动身了，那里离家并不远，也就是4、5天的路程，为何迟迟见不到人？于是陈有贞便派人沿路寻找了起来。在一处破庙里，人们发现了陈文定所穿的衣服和一个空空如也的钱袋。见到这些东西后，人们当即就断定陈文定是遇到劫匪被害了。听到这里，六郎这才明白了过来，原来陈家上下都把他当作陈文定了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，六郎的心中便有了计较。那陈老头只有陈文定一个儿子，如果自己此时说出真相，陈老头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思来想去之后，六郎便决定先在陈家待上一段时间，等日后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和陈老头说个明白。于是六郎便在这里住了下来。不过为了怕妻子张氏看出破绽，六郎每天晚上很迟才回房间睡觉，进了房间也就在地上躺着。对于六郎的这种做法，张氏也曾劝说过他，六郎只能找理由搪塞。转眼间，六郎来到陈家已经10多天了。这天，六郎在家闲来无事，便去外面游荡了一番。不知不觉间，六郎来到了上次安顿和尚的那个地方。就在他快要走到破屋子的门口时，一阵熟悉的说话声从屋子里传了出来：“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！他不能人伦，而我的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来。我估计那家伙已经发现咱们的事情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自从回家后就连碰都不碰我一下？”听到这个声音，六郎顿时愣在了当地。说话之人竟然是他的妻子张氏。他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？他又是和谁在说话？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事情？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说话了：“这不可能呀！陈文定那小子明明让我找人害死了，他怎么会活过来呢？难道说他并没有死？对了，你能确定眼前之人就是陈文定无疑吗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”从这个男人的说话中，六郎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陈文定已经被人害死了。谋害他的人正是他的妻子张氏和这个男子。这个男子是谁？他和张氏为什么要谋害陈文定？只听张氏继续说道：“你胡说什么呀？”难道我连自己的丈夫也不认识了吗？别说其他的了，就凭这个男子，我看他是不会活过来的。”
赶紧想办法吧，到底怎么办？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除掉算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听了这话，六郎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怎么除掉？就在六郎竖起耳朵想要听清楚两人的计谋时，两人的说话声却小了下来。为了怕两人发觉，六郎不敢多做停留，随即悄悄地离开了破屋子，躲在远处偷看了起来。就在他离开后不久，一男一女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女子正是他的妻子张氏，而男子则是一个陌生人。看着两人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六郎的心里暗自寻思起了对策。这件事情压根就和自己没有关系，自己被误认作他人，过了几天舒坦日子，难不成还要搭上一条命不成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跑路。就在他刚迈出步子的那一刻，他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了陈有贞的身影。在陈有贞心中，他早已经将自己当做了儿子，自己这样一走，老头不难过吗？他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我这一走，陈文定不就白死了吗？更可怕的是，张氏和那人后续还不知道有什么图谋，他们会不会对陈老头也下毒手？想到这里，六郎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要把真相揭开。于是六郎便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了陈家。回到陈家后，六郎并没有把刚才的事情大肆声张，而是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。他要看看张氏到底会用什么法子来谋害他。很快天就黑了，等他回到屋里时，张氏早已经等着他了。他刚进门，张氏就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：相公，你说实话，你还是原来的你吗？听张氏这样问，六郎不由得紧张了起来。难道他发现我是假的了吗？不过瞬间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。老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会有此疑问？我来问你，你回到家已经10多天了，为何连碰都不碰我一下？你也是的，前几天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我睡在地上已经习惯了，过几天我就上床睡去，赶紧睡吧。说完，六郎又在地上躺了下来，闭上了眼睛。眼睛闭上了，但他却没有睡着。张氏和那人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来谋害他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大约1个多时辰以后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六郎连忙半睁着眼朝张氏看去。此时张氏已经从床上爬起来，蹑手蹑脚地朝着他睡觉的地方走了过来。瞬间，六郎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。来到六郎的身边后，张氏将手中的一个瓷罐子打了开来。刚打开盖子，一个大约2寸来长的蜈蚣就从罐子里爬了出来。看到这只蜈蚣，六郎顿时吓了一跳。很快，蜈蚣就爬到了他的手边。就在蜈蚣露出尖牙要朝着他的手指咬下去的时候，怪事发生了。蜈蚣忽然间扭动身子，在地上打起滚来，片刻之后便朝着门外爬了出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要说六郎了，就连张氏也惊呆了。见计谋失败，张氏轻轻叹了口气，随即又回到床上躺了下来。尽管危险解除了，但六郎却不敢大意，于是就这样半眯着眼直到天亮。难道张氏想用这只蜈蚣来害死他吗？莫非这只蜈蚣有剧毒？他为什么又会朝着屋外爬走了？直到后来，六郎才明白了过来，原来六郎的身上除了那个玉佩之外，还留着母亲给他亲手编织的一个荷包。六郎原先住的地方毒虫很多，为了避免毒虫叮咬，母亲便给他绣了一个荷包，并在荷包里装了一些用苦碱树的枝条和叶子磨制成的粉末。有了这东西，蜈蚣等毒虫就会避而远之。尽管荷包已经很破了，但六郎一直把它带在身上，没想到却救了他一命。这件事情过后，六郎不敢再耽搁了，他决定将实情告诉陈有贞。定儿怎么样？这几天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吧？陈有贞关切地问道。陈老伯，
听六郎这样称呼他，陈有贞顿时愣住了。定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连父亲也不叫了？陈老伯，你先不要着急，且听我慢慢说来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是你的儿子陈文定。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连父亲也不认了吗？陈有贞语无伦次地说道。陈老伯，实不相瞒，我名叫王六郎，是临县人，只因家中遭了瘟疫，父母先逝，我才离开家乡外出乞讨。走到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和尚，是和尚将我带到这里来的。来到这里以后，我便来你家乞讨，谁知却被你们误认做了他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和我儿长得一模一样？莫非什么？陈有贞盯着细细打量了一番六郎之后问道：孩子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是父母亲生？六郎叹了口气说道：不是，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。母亲临死前告诉我说我并不是他们亲生的，还给了我一块玉佩，说是让我去找亲生父母。说完，六郎便将那块玉佩拿了出来。刚拿出玉佩，陈有贞就将它抢在手中，仔细端详了起来。看了一会之后，陈有贞一把就将六郎抱在怀中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孩子，我就是你亲爹呀！什么？陈有贞竟然是我的亲爹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，六郎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陈有贞年轻时曾娶过2房老婆，正房刘氏多年无子，但却不肯让他另娶。无奈之下，陈有贞只好瞒着他在外面又娶了1房老婆马氏。1年后，马氏为陈有贞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，也就是陈文定和王六郎。生下孩子不久，马氏就因为病痛撒手人寰。就在陈有贞打算将孩子接回家中养育的时候，一伙山贼突然来袭，外室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。在那场灾祸中，陈文定侥幸活了下来，而王六郎却不知所踪。听了陈有贞的哭诉，六郎这才明白了过来。哭诉了一番之后，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商量，六郎便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对陈有贞说了出来。听了六郎的话，陈有贞顿时大惊失色。什么？定儿被他们害死了？这不可能！父亲，我来问你，我哥哥他是否有隐疾？哎，这话让我如何说出口呀？你哥哥他确实不能人伦。哼，这就对了，我哥哥他既然不能人伦，那张氏的肚子却一天大过一天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？听了这话，陈有贞再一次僵在当地。怪不得他们要杀人灭口，原来是这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父亲，俗话说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你现在要是问他，他肯定不会承认。不如这样，昨天夜里他用蜈蚣想咬死我没有成功，我估计他还会和那个男人见面，不如这般。说完，六郎便在陈有贞耳边低声耳语了一阵。父子俩商定妥当后，便决定依计行事。下午时分，张氏又出门了。就在他走后不久，六郎带着陈有贞悄悄地跟在了后面。果然，张氏又和那个男子会面了。在外面偷听了一会之后，六郎和陈有贞见时机已经成熟，随即破门而入，将两人当场活捉，并交由官府查办。很快，从两人口中，陈有贞便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，张氏和那男子原本就是一对夫妻，专靠坑蒙拐骗为生。来到陈家庄，将陈有贞家的情况打听了一番之后，两人便决定对陈文定下手。两人原本的计划就是由张氏扮作良家女子，引得陈文定上钩，再想方设法将陈家的财产图谋到手。谁知道那陈文定却不能人伦，而此时张氏的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来。为了怕陈文定发觉，两人便合谋趁陈文定外出的机会，将他打晕后推落山崖。为了造成被山贼劫掠的假象，那人还将陈文定的衣服剥了下来，还将他的钱袋洗劫一空。陈文定一死，两人的计谋就得逞了一半。
即使陈有贞知道儿子不能人伦，但一旦陈文定死了，他的这份说辞就会没人相信。就在这时，王六郎来了，尽管是假冒的，但六郎却不敢贪色，每晚睡在地上。正是他的这个行为引起了张氏的怀疑。张氏见丈夫宁愿打地铺也不肯上床睡，以为他发现了自己的秘密，遂有了将六郎除掉的想法。谁知却又落空了。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送了青青性命。事情明了之后，张氏和那人受到了律法的严惩，而六郎也就在陈家住了下来。半个月后的一天，消失多日的老和尚带着一个人来到了陈家。看到这个人时，陈家上下顿时吓了一跳。这人正是陈文定。从老和尚口中，陈有贞和六郎这才知道了真相。原来这老和尚就是当年洗劫陈有贞外宅的山贼之一，而授意他们的正是陈有贞的原配妻子刘氏。尽管陈有贞做得很是隐秘，但刘氏还是知道了他私养外宅的事情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刘氏便请来了一伙山贼，让他们假借打劫之名将陈文定兄弟俩除掉。谁知道等山贼见到这对双胞胎时，却动了善心，并没有将他们除掉，留下陈文定后，山贼便带着六郎走了。在半路上，山贼恰好遇到了外出乞讨的六郎父母，于是他便将六郎交给了他们抚养。多年后，山贼当了和尚，无意中遇到了六郎，见到玉佩的那一刻，和尚立刻就认出了他。听完六郎的遭遇后，和尚便决定将六郎送回陈家，这才有了送六郎一场富贵的说法。六郎进了陈家以后，和尚便走了。就在昨天，他碰到了晕倒在路旁的陈文定。原来陈文定被推下山崖后并没有死，而是被一个好心人救了下来。伤好之后，他便奔家而去，又累又渴之下便昏倒了，恰好被老和尚救了。老和尚当年虽然有错，但念在他已经出家，况且还将陈文定兄弟俩送回家，陈有贞便没再追究他的罪过。后来经过一番治疗，陈文定不能生育的隐疾被彻底治好了，兄弟两个各自娶妻成家，一大家子和和美美的生活了下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